好，回到节目，我们继续来看下一个焦点，就是《人民日报》。那么连续8天发表了习近平经济思想指引下的中国经济专论。特别看到中财文这个名字，它其实是人民日报评论部长期在使用的一个集体笔名，有点像是我们报社这边的总主笔的概念是一样的。那主要呢发表重要的评论文章，特别是关于党建、还有思想理论以及政治方向的重要稿件，所以呢每次一出来的时候呢，会特别引发关注。那文章当中呢，这次看到有部分呢是为了要坚定各界对中国大陆经济的信心，当然也有部分呢直指当前中国大陆经济面临的挑战。比如说，像是外部的环境不确定性逐渐的上升，保护主义、单边主义盛行，还有包括刚刚提到的美国滥用关税来削弱世界经济增长的动能。那在国内呢，则是看到了中国大陆国内的大循环存在着卡点跟土点，那么还有包括一些企业经营困难，地方财政出现了一些矛盾的这个情况那房地产市场现在也在等待回稳止跌的过程当中。所以聂老师现在大家现在关注的是4中全会的“15+5”规划。我们刚刚特别提到了，他们内部也在检讨，是中国大陆内部的经济挑战要如何来克服。所以您觉得可能会出现什么样的一些宏观调控的一些做法呢 ？OK， 我觉得你谈到5计划，对大陆来讲是非常之重要。我觉得大陆这个所谓的以前叫计划，现在叫5规划，对他们的这个经济发展或者他们的达标，要不要达标的这个努力以赴真的非常重要。他们从1953年开始做他们的5计划嘛，一直到了他们有几个非常重要，我们都看到的，比如他们的第一个100年目就是建党100年，在1921年成立这个共产党之后，他们在2021要全民脱贫，有没有达到？他们用了非常多的所谓的薪资倍增计划，一波又一波，从15、15、12、5，真的就达到了所谓薪资倍增。那我们也知道，这个每5年嘛，就是2020、2025，现在到2030，他现在在2015的时候的13+5计划又丢出了一个非常特别的东西，就是那时候文稿写了一个中国制造2015写的2025，它是3步走，25、35、45。25要达到什么呢？要达到世界的所谓制造强国，但是到25、35就不得了了。它要达到一个叫做全民建造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也就是说，它跟美国绝对不会输美国。但2045就更可怕了，它就要世界第1强国。所以第1制造国，他的想法就是，他的1949年到2049年建政100年，或者叫建国100年，要号称世界第1嘛。当然，我们不要讲第3个，可能是建军嘛，党政军，那就是2027了。那对台湾就有关系了，这个我们就注意一下。但我讲这200年，它在一步一步达到的时候，它里面有非常多的计划。但刚刚也碰到了疫情，在那一段时间，2020到2023，中国受到很大的重创，它的丰容所过，你说对也对，错也错。造成它的经济是下滑，而且在2020，它的3道防线的对房地产说是房子是用来住的，这个人的确打到了恒大、碧桂园，全部一系列打到很惨。那中国的经济在很多外国人看，真的很多报纸是真的不好，房地产不好，整个经济不好，要达标，每次2会要开说5%都不一定达到，不管它数字怎么弄。年轻人躺平，现在那个青年失业真的很严重。不过呢，我会分析中国它的底气是够的，因为讲话它它的外汇存底从这个1兆、2兆、3兆、4兆到2011年3兆、2014年4兆突破到这么多，他们的积蓄已经到达足够的底气。的确，你现在看到经济换有点水池，有点停滞，它水量是够大，所以这个国家要跟它的对手美国来比，刚好相反。那个空洞化的国家，它消费力虽然很高，可它真的很空洞化，这是2回事。所以我讲它的达标计划还是有达到。那你刚刚讲到说你问的是什么样的宏观调整？当然，从我们去收文所看到的，他很清楚讲说，第一要吃到内需，第二要吃到生产力，第3呢，它是要提升社会福利。当然这是口号式的，可是我觉得最重要的，它里面也强调说，它刚好是一个所谓的过渡期，什么呢？就是刚刚讲达到过渡的所谓的强国，叫现代化强国的这个路程。所以它的2025推荐到2035，那2030到2035就要达到我讲的世界第1，这所谓的首届强国的这个目标是他要走的。因此，当然现在看到，那当然他们的智囊团一定会在这时候一定会想到，现在他们面临到的所谓的美国的这样的一个问题，怎么样向它提升？对，这个您刚刚特别提到中美2国在比底气Russ， 美国的底气在哪里？美国的底气因为现在提到的是中国大陆底气是够的。我觉得川普不会认为这个是一个问题啊。怎么说？因为他觉得他的贸易政策是对的，他觉得这个贸易战是必须要做，制造要拉回美国了，不要让那么多便宜的进口商品进来美国了，所以有各式各样的，不管是这个港口费或关税等等。这一次，川普从早就说他有这个想法。所以
这个川普不认为这个是个问题哈。他真的不认为。拉回来看说中国大陆的底气啊，我要请教倩姐啊，因为我刚刚特别提到说这个人民日报的评论文章啊，他指出说，2012到2024啊，中国大陆的 GDP 从54万亿元增长到了135万亿元，年增长的比率大概平均是6%哈，接近全球经济 GDP 的，就是全球经济 GDP 是3.1%的2倍哈。所以他要告诉大家一件事情，就是说中国大陆经济有挑战，但是呢稳得住。数据归数据啊，但是实际上看得到哪些因素或者做法，让我们看到了中国大陆的经济体质其实是可以 hold 住的。对，我们时常会看2个方向，一个是宏观，一个是微观啊。我知道有很多住在大陆的人，他在微观的自己的经历上面呢，觉得有很多的困境。譬如说刚才说的年轻人躺平啊，有些城市觉得不好。但是你从宏观来看的话呢，从今年2025是“14+5”的收官之年，那2025中国制造的基本的目标全部都达成了啊，而且也达成了刚才聂老师说的4亿人脱贫。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成就，因为世界上没有任何其他一个经济发展模式能够让4亿人口脱贫啊。但是这些人4亿人口脱贫了以后，他们下一步要往哪里走？当然就是下一个15+5的挑战。所以从现在往前看的话，刚刚讲了2025是14+5的收官，那接下来你有2030的碳达峰，因为你还有2060的碳中和，你有2035的中国标准。所以我们如果把中国标准当成工业4.0的一个收官的话，你从那边倒回来看，现在要做些什么事情？第一个是你在成长的部分呢，要往新质生产力这边推。那我们现在所有看到的中国大陆的这些作为呢，就是推动什么科技创新和产业升级，是不只是制造业而已，连服务业也是在往这个新质生产力这里推。所以他把他的成长的引擎，最早以前是那个投资拉动，然后后来是出口替代，那现在呢，他在往新质生产力这边推，那是很明确的。第二个就是 reform 啊，它的那些改革还是要继续进行的，那包含了体制的改革，金融还没有对国际全面的开放，还有呢，国内跟国外2个循环中间有很多需要去调整的。包含了刚才讲的房地产，我时常提醒大家，美国发生房地产风暴的时候，就让全世界买单。2008次贷风暴，而中国发生房地产风暴，而且产生了城投，就是城市的财政发生问题的时候，它基本上是用中央下来背债，定向增发，然后去解决，把短债拉长，让它内部去逐渐的吸收，它并没有让全世界的人买单啊，所以。最近看到许家印他们家的全球的资产会被追回来，我觉得像这些滥用国家资源去对自己不当独立的人，当然是要用法律去严峻的制裁。但是还有很多其他的建商，他们不见得是像许家印一样，所以我觉得我们还是要把麦子跟稗子要把它分开来。reform 这个部分呢，国内的大循环中间有许许多多需要去继续去改变的地方，包含了他们前段日子所说的城市是人民的城市。要用城市呢，把所有的国家所发展出来的这些福祉呢，能够打到不同的城市去。所以 reform 要做以外，我觉得下面呢就是 opportunity 未来发展，因为前面讲的都是过去，要达到2035中国标准，你在 AI 跟 quantum 一定要做得好。对，那再往前面稍讲一点，2030的碳达峰，你绿色转型跟数位转型要完成，所以未来的第一个5年计划一定是在数位转型那个跟绿色转型地方会大量的运用各种的国家资源，但是同时也要为 AI 跟 quantum 就是量子这个地方去铺垫，才会达成2035的工业4.0的2035中国标准。对，所以这2个阶段每一个都很重要，而中间就会产生新的游戏规则和新的计划。新的机会，所以如果说有些年轻人觉得说他觉得现在经济很卷啊，觉得要在家里躺平的人，一定要再想想，因为你碰到的是一个非常大的机遇 ，AI 的转型跟数位 quantum 绿色的转型呢，都会让中国成为全世界科技的前沿，可以界定未来的标准。对，现在大家在关注的就是说这个4中全会哈，10月20号到23号召开。那特别看到 UBS 他们做了一个预测，他说
中国大陆呢将会在“15+5”规划当中，把他们的 GDP 的成长目标定在4.5%到5%这中间。不过现在问题来了，就是美中的科技争霸是就是一个大趋势。那现在呢，在美中战略竞争特别委员会就是联邦众议院这边的这个委员会呢，那么有公布一份调查报告，说就算美国跟盟友们试图的限制中国大陆制造晶片的能力，但是大陆去年仍然从5家主要半导体制造设备商合法的采购了价值大约有3800亿美元的半导体设备啊。哪5家呢？包括了美商印材啊、科林研发、科磊，还有呢艾斯摩尔，另外就是东京威力科创啊。那所以这显示说，中国大陆呢企业采购的额度真的还不小哈。这5大企业总销售额中国大陆就占了将近快40%。言下之意，也就是说，如果这5家企业如果失去了中国大陆的市场，失去了他们的订单，恐怕问题就很大。那所以呢，我要问 Russ 的就是，这是不是代表说美方要求盟友来进行一个科技管制？但是实际上，这群盟友他们要面临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掉单，是这样的吗？承受得了吗？所以这个报告出来之后，当然是引起很多人的关注，不管是半导体相关设备业者，或是美国公安人士、外交、商务部等等人士了。我只能说，这份报告出来之后，方向是很明确，那就是美国会再次向盟友，不管是日本、荷兰等等国家，再次施压，加强这个出口控管。那不管是类似的出口控管或者制裁，比如说欧洲或美国制裁俄罗斯，你第一波或第二波的制裁或出口管制，你总是会发现不是很完整，总是会发现还是有漏洞，所以一定会再次管制这些出口到中国去。所以当然这些企业会受到大的影响，但是如果问题是会不会以后会有更多的出口管制，一定会有。好，管制会加大，会继续。可是有一个实际的问题，你管制了，你要他不卖中国大陆，他卖给谁？美国国内这个半导体的职场是正在扩大，这个也是事实。买家在哪里？不管是台积电、三星、Intel 等等，他们都在美国有扩大制程，对不对？所以即使失去部分中国的订单，那他们在美国国内还是会有好大的机会。你认为在美国还是会有它的内需市场？还有另外一件事情虽然是跟过去是不一样的做法，但是不管是共和党、民主党谁在执政，谁在白宫，谁当总统，美国已经做下决定，需要补助这个半导体行业就会补助了，这也是事实了。好，那总而言之，其实美国现在意识到有非常多的问题包括等一下我们要回来聊的，就是说呢，军方也必须要进行大整顿、大改革。马上回来。2025全球局势必须关注，中美赛局牵动地缘风险，连带影响台海两岸未来。环宇全世界，关心全世界，权威分析，专业观察，客观立场。每周6日，请您准时锁定，一同关心全球大事的瞬息万变。好，回到现场，我们接下来就来看的是美国战争部长赫格塞斯最近他站在一排都是高阶将领的面前呢，跟着这些高阶将领、这些将军们训话。但是呢，这一番话呢，到现在为止都余波荡漾。他在现场呢特别说了一句他说美国现在实在太多肥胖将军了说这个体态你们都不自己先顾一下，还说了一句，他说如果大家不满意政府的新政策、新做法的话，欢迎大家可以马上走人。结果呢，我们也看到了，就是包括了美国空军全球打击司令部的司令叫做布希尔他是开了第一枪，他宣布退役之后呢，又看到了另外一位芬顿司令他是特种作战部司令的特种作战司令部的司令，他也宣布退役。那一个礼拜呢，就有2位离职的4星上将。好，那没有想到呢，这件事情还没结束。赫格塞斯最近又突然开除了他们的海军幕僚长，叫哈里森。那《卫报》是报道说，哈里森在上任以后呢，跟今年3月才出任海军部长的费伦合作，要专注在海军政策还有预算部门的全面改革。但是呢，报道也指出呢，他们2个人呢试图限制海军副部长的影响力。这个副部长很重要，因为这个职务呢，在传统上是在军种预算管理
发挥很重要的角色。大家知道，到了年底啊，军方已经都开始在争取预算了，所以现在解雇这个，照目前的计划哈，赫克塞斯还有再加上川普的支持，说要解雇超过半数的这个高阶将领，但是这会对于美国原本一直在强调的 military complex 会造成什么样的冲击 ？Ross？我觉得这个问题不像其他的目前美国面对政治问题那么严重。比如说，目前美国政府是关闭状态了，对不对？然后民主党、共和党对这件事情不同意见等等。对。但是军方啊，他们都是非常专业，对不对？那现任总统说我们要或战争部长，以前是国防部长，现在战争部长，说我们要往这个方向走。那这些将领都会跟着走，当然他们不会反对，像反对或不接受的话，他们就可以提早退休了，对不对？所以我的意思是说，如果总统或部长说我们将来的方向是这样，那大家都会跟着走。所以我觉得这个其实不是很大的问题，而且国会刚刚有通过好大的国防预算啊，不管是设备方面或福利方面都有大幅的成长了。所以其实我觉得军方包含高层的将领等等人士都会配合。所以尤其是讲到人事方面的大幅削减，你认为是不会对于美国的战力造成影响的，对吧？我真的觉得，目前没有任何证据说这个会有很大的影响。好，那你又怎么看接下来战争部他们所强调的，他们现在要改革啊美军？那不管是从软体从硬体啊，你觉得美军现在面临到的关键挑战是什么？其实说实在，目前最大的条件，我觉得是他们不知道未来的战争到底是在哪里。那很多人认为是中美会发生战争，对不对？但是按照过去几年的经验啊，我也常常说，美国是离不开中东了，所以美国也是要在中东继续部署了。那另外因为俄乌战争，那北约国家也是一直向美国请求，美国也要在那边在中欧、东欧再增加部署啊。虽然川普不太想啊，那所以即使国防预算有增加了，或者有这个内部文化改革，就是部长觉得过去是太进步价值，要带进来一些保守价值了。我觉得最大的问题是，他们目前不知道将来到底在哪里要打仗，而且怎么做好准备。了解，因为听在这个一群新兴的心里面哈，这个想说赫克塞斯，虽然赫克塞斯体态是维持得很好啊，但是你说这个你们将军都太肥胖了，这不适合留在军中啊。这有时候你身为一个指挥官，你心里面一定很不是滋味哈。那现在其实对于战争部来讲的话，就人的部分的话，现在更强调是忠诚度哈。那么，《华盛顿邮报》就报道说，五角大厦呢，他们还计划要针对超过5000名军职跟文职人员实施一项这个相关的这个动作哈，就是大规模随机测谎，而且要求签署保密协议，避免机密的资讯外泄啊。你如果不够忠诚，那你就不要留在这个战争部。新的规定还有一项，就是进入五角大厦采访的，连媒体记者都必须要签署协议。就是限制呢，在这个 Pentagon 大楼的行动，而且承诺呢，如果是机密资讯的话，不会登报，不会刊登出来。如果拒绝签署的话呢，你的采访证就被撤销，或者是拒绝发出。所以言下之意就是防泄密，防得了吗？我觉得很好笑，因为其实最大的泄密者是赫克塞斯嘛。他有一个很重大的事情，就是他给媒体的，他在一个群组里面让媒体知道，对不对？好，所以他现在说你们别人不能泄密，可是他泄了很大的密，并且呢，我觉得随机测谎对军人应该是一种侮辱吧，因为他们都有密等的。你的机密等级是比其他你要签的任何的协定都更严格。今天你在美国的机密等级是经过了各种的 vetting， 你要很多层次讨论过了以后才有。所以今天如果说我要重新让大家去签署要保密，是不是表示
不再信任所有的人，以及既有的这些机密等级的这些分。它其实严格到，譬如说今天你要去一个卫星公司。你没有密等的话，事实上你不能进去参观啊。这就是说，你什么人可以碰触到什么样的机密是非常明确的，而且你有国家的各种的法律去对军人去做追索。所以我觉得这个文人赫格萨斯他当过兵了啊，但是他的想法真的是很奇怪。那么在目前的情况中间，应该就是在川普已经一统江山，他行政权、立法权、司法权也在整肃中，包含了连无论是法官、检察官、联邦调查局的 Comey 都在被起诉的状况之下呢，他在司法上面呢手也很重。那接下来就是对军队，就是强化领导中心、重振军方文化，以及呢。简化决策机制，因为刚刚讲那个 John Harrison， 他的罪名是说他有个秘密的想法跟副部长的想法不一样。其实，在军方里面，你有连参作业，不同的人呢可以有不同的概念，你在你的体系里面可以提出不同的概念，你才有连参作业的概念嘛。否则的话，你就一个人决定就好了。但现在看起来是要一统江山的，强化领导中心，改变军方文化，要绝对服从，并且呢简化决策机制，所有不同意的、反对的全部都要挪开。将来美国的军队会不会正如同川普现在所预示的？他说，我们不但是要对待国外的，应该是他们两个人所预示的啊。因为赫格萨斯说，我们现在打仗就是要变成战争部，我们不是只是防御，我们是要打赢。那同时呢，川普说，我们不是只有国外的敌人，我们还有 invasion from within， 我们还有内部的敌人。那么过去，无论是军方或者是就是 Coast Guard。或是其他的政府的部门，它的分野是非常清楚的。谁可以在国内去行动，是有非常明确的界限的。没提到内部敌人啊，因为最近不也传出说，是不是在专门针对这个 Cheney？我觉得不一定那么窄，它应该是一个很宽泛的，得到一个非常宽泛的授权，使得总统的意志呢能够很容易的下达到他想要下达的地方。所以我们现在正在看美国在快速的转型，包含他过去的那些内部的分野，对于国内跟国外的这些分野呢，全部在川普的2.0中间已经轻易的越过了。不过目前还是有一些法官仍旧说呢，你不能到波特兰，你不能到芝加哥去把军队送到那个地方。那这些人能够等多久，能够抵抗多久，恐怕是美国最大的一个困境。所以现在要建立的是川家军啊，这个聂老师怎么看？对啊，我们知道川普一上任就把他弄了一个忠诚内阁嘛，每次开会的时候，每一个都他讲什么，大家忠诚，对不对？做什么都好，讲什么都好，什么都对了，对不对哈？但军中好像现在不是啊，他很担心，所以呢，召回了所有的将军，大家集中在一起。但当时大家就想到，这所有的军人回来就说：“哦，你是不是要裁员呢？因为他现在一直到处想到钱，要节省经费嘛。这些军人会害怕，所以士气呢，你说你要鼓舞士气，实际上是打仗的士气。那现在那个将领有没有从空？特种陆作战部队的陆到海，全部这样打击，你说是这个士气是被打击还是提升？不过从川普的想法不一样，因为他叫川意志，你要实行我的意志嘛。现在非常清楚啊，因为他其实面临到困境，他困境有内忧外患的。外面讲不好听，军人要出去打仗的，我们现在有那么大的敌人，越来越厉害，空军、海军，我们现在全部制造业空洞化。你要制造船，虽然大家只有3艘加3.5艘这个这个航母舰，我们10几艘，但我们都救了，对不对？10艘厘米之1艘福特。我们这造船是空洞，花1年造不出1艘，人家300多倍的造船量，他什么都怕了，所以他现在面临困境，他的霸权可能维持不了，他必须要实行川意志，他认为他才有力量去打击。第二就是他讲的内部嘛，他觉得内部也有反对他的声音，他就很怕。你刚刚讲，不管是前提加入等等，其实他的很多想法就是他要掌控全部，他不能被有任何。